我就找了一个当地的会当地语的朋友带我去医院，大夫说是贫血性白血病。我当时懵了，那一瞬间呢，我第一想到的就是给我爸、我妈打个电话。那会儿是凌晨4点钟啊，因为我呢从小是跟我爸妈是一个什么关系，就是不会说我爱你，也不会说对不起的，或者是我的工作你们听不懂，不要听，啊，你们问我就啰嗦。就那种，然后当时我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和我妈在大连有1分钟没有说话，我就听见我爸的鼻涕声说了一句说什么时候回来？我说我过年之前一定回去。我说爸，我死也死家里，你放心。然后我就躺在床上，我说我那会儿的害怕程度是没有的，没有害怕，只有懵。躺在那儿，哦，我当时还有一个职业病，就是哦，原来得了绝症不会哭。早上之后，大夫冲着拿着换药单进来说：“对不起，我们误诊了。”经过这次事之后呢，我跟我爸和我妈的关系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因为我情绪的问题，我没有接电话，然后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说爸，你别烦我，我说我真的不想接你的电话。他给我发了这么一整条，我那天打开看了一眼，我直接绷不住就哭了。他上面大概写的是说，自从你上次背书写的事儿，你所有不接的电话或者你的情绪，我都会很揪心。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讲这个事儿，也是最后一次。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很担心你，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跟爸爸说话？那会儿我在北京，屋里全黑的状态，我给他回了个微信，我说爸，对不起，我不该这么跟你说话，我错了，你给我点时间，我打给你好好说。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自己觉得自己挣钱能养家的时候，对父母不担心，或者你觉得你的工作父母听不懂，不想跟他们分享？其实你最应该分享快乐的就是他们俩，因为他们俩是最爱你的人。还有一个事儿，我想说的是，他们在你这个年纪，30年前，也是一个怀揣着梦想的少年，他们的梦想，他爸妈可能也听不懂，但是他们也是有梦想的，梦想都是一样的，只是东西不一样而已。我想说的是，当父母有一天包容你的情绪了，害怕跟你讲话讲不对了，或者看你脸色的时候，就代表父母真的老。所以我感谢这次让我重生的机会，我拿我19年之后所有的时间，好好爱他们。谢谢老师。好，谢谢。补充一下，刚才他有个心理动作让我已经猜到他是一个误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形体的表现？我没有。有，他的突然间对于这个常讲那句说话技巧那个轻佻，生命的故事，我就知道他是一个误诊。所以我会留意所有人，我会猜我们观察人为什么要你看他的，对，好，来吧。讲一下。哎呀，我要讲的一个事儿也很简单，就是关于家人的一个事情。我从来没有在一个特别正式的一个场合感谢过那个人。那他呢，就是我的哥哥。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然后当然我那个时候长得比较高嘛，我就会经常欺负他。你想一个弟弟会打哥哥，你知道吗？因为我可能长得很高，我就经常有一次我把他那个拿个石头，我就把他的眼睛给差点砸瞎了。然后后来就没有怎么联系了，直到我后来上了就是初中，然后那个时候才跟他再有联系。后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没有钱，我也管我哥哥要钱，我也管我哥哥借钱，然后我哥哥就虽然他嘴上不情愿，然后呢，但是他每次都会拿钱给我。再后来我就读了大学以后就出来做模特嘛，就开始赚钱了。但是我哥哥那个时候就不联系我了，就是我也觉得他好像就不联系我，我就一直没联系他。后来直到我有一段时间出了一些事儿，然后家里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我管他再借钱，他还是义无反顾的借给我。
你想我要的钱还是有一点多嘛。我哥哥其实没挣什么钱，他就是一个普通上班的，但他还借给我。对，然后我想跟我哥哥说，算了。太好，太好了。纪凌尘老师，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就是不会外化自己的个内心情绪的人吧，就觉得他是一个平时生活中也比较快乐的那个。但当他讲到他哥哥就是也没什么钱，然后把钱借给他，然后他的那个真情流露，我当时是被打动到了。早上好，我是洪瑶。今天我想分享的，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去讲一些我藏在我心里很深的一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开的事情。对，我和我的奶奶一起长大的。因为小时候我爸爸常年不在家。去做货运的，所以是经常出差。奶奶是离异家庭，我没有见过爷爷；爸爸也是离异家庭，我没有见过妈妈，所以一直是我们3个相依为命。上到差不多快高中的时候，我爱上了跳街舞，可能是因为爸爸一直说，你就找一个你热爱的事情，就一直做下去就好了。他是一直在支持着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就爱上了街舞之后，有一年我就有机会去参加一些各市级的小小的比赛。我记得那是08年，我奶奶还是坐在家里，很富态的样子。她说：“我小名叫鹏鹏。”她说：“鹏鹏，你晚上想吃什么？我晚上给你做。”就很常态。然后我说：“那个晚上我不吃了，今天我有比赛，下午可能会聚在一起，晚上很晚再回来。”我说：“你不要跟我做饭了。”她说：“好。”我就走了。等到晚上8点多，我比完赛，我跟朋友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爸就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奶奶不行了。”我脑子一片空白。我说：“什么叫不行了？”我大概愣了1、2分钟之后，我就知道我现在立马要回去。我当时骑着小摩托车，我就到家，我爸爸站在床前看着我的，我奶奶的血管都是黑色的，我没有任何反应，我也没有哭，我去打我爸，我说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他？他照顾我，照顾那么好，你为什么没有照顾好他？就现在想，原来人去世的第一反应不是痛苦，是愤怒。前几年我跟我爸我一直很恨他，不怎么联系，我不原谅他。但是他13年，我当时在一个电影节走完红毯下来了，我突然接到一个老家的电话，是派出所打给我的。派出所说你爸在公园倒下了，又是那种感觉，又是那种感觉。但是当时我很冷静。我第一反应是，我只有一个人，就是我自己了，我要扛住，我不能倒下。我就第一时间回到家，处理了一些他的后事。其实我一直都不接受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突然有一天，我打开他以前的那个手机，我看到我们之前的对话，
我还会说他对我不好。我说你从小到大没有爱过我，我奶奶怎么样的，他就很平淡的去说这种事情，他不想提我奶奶的事情。但是等我缓过来神的时候，就是我才知道，我奶奶走的时候她有多痛苦。因为她走的时候，我是真的痛到没知觉。我女朋友看着我，她会觉得我真的很痛，我已经痛到没有知觉了，这是我想分享的。对，谢谢。对，小时候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觉得不能痛到没有知觉的啊。洪瑶听完他的讲述之后，就真的感觉，如果这个事情到我的身上的话，我就感觉我也很痛苦。他说：“原来你面对你最亲的人离去，你可能第一感受不是伤痛，而是愤怒。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就是太细节了，就是很多编剧你是编不出这样的情节的。”哎，我反正听了这些故事哈，我都很感谢同学们对我们这么信任，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能跟我们说。无论我在哪里工作，我都归家4件。我的女儿，哇！我在家呢，主心骨是我的母亲。然后8岁见我妈，我跟我姥爷一块生活。我决定了学表演之后，我爸是非常反对的。我想证明给爷爷看，其实我在我事业上面也可以更加做得更好。我们家人跟我之间的感情就是这样，我可能也是不太会说出来，他们也是不太会说给我。我爱我的爸爸、姐姐。我妈妈嘛，我当然爱。我弟呢，我虽然会忍不住的想要告诉他整蛊他，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特别的爱他。小时候是我妈妈保护我，长大之后就变成我去保护妈妈。我觉得中间有好多时间都没有陪伴我奶奶，陪伴家人，我没有去陪伴他们的慢慢变老的过程。然后等我2天以后再接到他的电话的时候，他就没了。你累了就好好休息吧。锅巴。5弦超越班，我们并不熟悉的一群人，坐着讲自己故事的时候，非常坦诚的去分享，并且泪流满面。我是觉得大家真的挺坦诚、挺勇敢。OK 了，今天呢，其实为什么有这课呢？最重要是2件事：一，大家要看纪录片。刚刚我们就看了20多段纪录片，每一段纪录片都是你们亲历经过的，刻骨铭心的，而且每一个出来表现的都是真心的。所以哭就有那么多种，哭到讲不出话，哭到讲话很含糊的，哭到清醒的，哭从内心的。其实大家可以从这里看得到。第二，很想观众再一次认识你。原来你们的成长是这个样子的，经过这一场，可能观众对你们更认识，所以还那个你很好。我觉得，我不是说你就没有家庭很好，是你这个成长让你更坚强。因为我一个人走来，我都能够站到今天，以后你会更坚强。我希望你加油。你看这人的性格你就知道了。你看丁真，你看哈林，2个讲的都是开心的，因为他的人生就开心。我那天也想跟哈林讲的，他说我去试戏，结果，我戴了眼镜去探班，人家都不要我了。我说即便我就不要你了，你一定是去了现场就哈哈大笑。哈林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质，他很幸福，但是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哭呢？因为他相信每一件事，每一件这个敏感度，你讲每一个故事，他比你哭得更厉害。这个也一个演员的一个特质。虽然他没有很多你们的经历，但他容易被感动。他玩剧本，你讲完给他听，他就哦，是吗？有这样的事？对，大家要注意，因为大家观察不到别人情感是怎么出来的，所以这一堂也让我看见很多的画面在里面。身体之前要讲一些悲惨的事的时候，不会。可能放松，慢慢，所以大家要记住自己的画面，因为你是最多画面的人生，所有的画面都是继承你演示，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讲的话了。好，谢谢大家。
OK， 因为马上我们要拍一个回家的，是讲家，我们大部分的剧都是跟家有关的嘛，所以顺便就讲一讲这个，有帮助大家。如果选到你们了，可能你们演的时候更好。就是今天大家的分享，过去无论是在痛苦中长大，还是在快乐中长大，其实都是一笔特别宝贵的财富，留在心中。你以后会演各种各样类型人物，你不可能你这点经历要永远用，但是还有一个，就书本里，就是小说中的那些人物，它有很多细节，所以你们以后要多读书，小说中的那些生动鲜活的人物的细节。当你这个框里东西成多了，道具多了，你演起戏来随手一抓，你就自如，随手一抓。你要框里就一个道具，越演越干巴，你就萎缩了。好，就到这儿。对。好。治胃痛还养胃，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战略合作播出。无负担超好喝，本节目由无负担超好喝的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治胃痛还养胃，本节目由39胃泰牌养胃舒战略合作播出。太辣，失败；太生，太冰，失败。全是辛辣生冷刺激的东西，吃着胃不舒服。我得养胃呀。喂，我养你啊！我要的东西呢？我要的话，你也不一定有。3天之后又3天，胃不舒服，等不了这么久。我也要养胃的。好，收工。喂，我養你啊！姐，我要笑死了！哎，好看哎，好玩。主打捞出一张脸。理发店一家子。看一下，像不像？或者是这个？嗨！哇！好酷啊！一点伤都没有。有啊。啊，有这一点点，王子，头拍掉呗，对。啊！马上，人栽下去了。知道。哎呦！就看着别人的话要笑。我操！你别整像木乃伊一样行吗？喝口超好喝的减醇酸奶，无负担开演 ，Let's go！ 哎，惊不惊喜？头发要完了，我的天！吃饭了，你在北京吗？这不就是惊喜吗？我想看看那件演什么。你爸是监制。算了吧。来，你看一下，这个是学员，那个叫什么丽的，我不认为吕晓彤，你见没见过？别演了，这装不了。走。你，爸爸。我今天儿子这么多，我发现今天有点乱，儿子有点多。刘雨昕演她姐姐啊！但是我们现在是2选1，要么是刘雨昕演姐，要么是小彤演哥哥。我们在镜头里面看一下。好。来，雨昕先来。马上就要开演了，喝一口无负担超好喝的减醇酸奶。3、2、1，开始。没叫好，叫你父母来啊！我这家里父母都没了啊？那你父母呢？
我爸他喜欢游泳，哦，被水就冲走了。啊！我妈跟他感情好，结果也给冲走了。啊！家里的狗也跟着走了。啊！我反正来看，我是不是演的太真了？没事儿，两个风格。这不这么个事儿吗？我爸呢喜欢游泳，完了呢他下河游泳被水冲跑了，然后我妈呢下去救他，也被水冲走了。然后还有条狗跟我妈感情好，跳进去也被冲走了。啊，就是这样。OK， 很好，挺好笑的。那另一个吧。是真的，他的节奏好很多，真的。那小童来了，啊，你来吧，啊。这要气氛特好，真的倍儿好，真的。他独占的，不是，我们俩是真，我们认识10几年，10几年。加油加油！你看他能正确的认识，他说小童比他演的好，小童呢演的我反正挺满意的。拿出梳子来背着他们，那个细节特别好。他真正好就在于很细小的变化，他就那种护着妹妹。你没受伤吗？你能让我省点心？又觉得妹妹惹祸了，又想替妹妹讨人家的原谅。他演得很好，层次也很好，确实是为这个他做了功课。于涵，你好好努力。你在荧幕上有那个易烊千玺的那个样子。好，谢谢老师。好好努力，向哥哥学习，他比你大一些。刚才你们俩演的真的都挺好的。谢谢老师。来，喝，来。哥，我忘问你，你来的时候，有负担吗？我有啥负担呢？哎呀，这个是我的秘密武器，简纯饮用型的家庭装。那怎么我们都是小瓶，你是大瓶的呀？你负担挺多呀。压力大就得拿大的，有它在，我的这个考试成绩一会儿演的就特别顺利。而且这个简纯新出的这个酸奶啊，奥运冠军都在喝，而且喝它的时候比普通的这个酸奶啊更加丝滑。清爽一点，特别适合亲朋好友聚会的时候喝的。里面还有国家专利菌群配方，同时呢，我还囤了那么多，你们想要都可以喝。你们要是喜欢，还可以上这个京东的黑色星期五买简纯，通通无负担，超好喝啊！再来喝一杯，来 ，happy， 演出顺利啊！这场戏是为你写的，真的。感谢志伟哥，赶快。那天我听完这个故事，我才了解这个小朋友原来放在学校，原来他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从小爸妈就分开了，我就没有感受到过家庭的温暖。他太大阴影，我就干脆让他感受一下有父母一家人的那种爱。后来他还把那对没有父母的带他回家里。走吧，咱回家。让他感受那种温暖，我希望能够弥补他，不是抽象的，是真实的。陈家弟弟与欠钱不还的女同学小丽起了肢体冲突，陈家哥哥劝阻，反被小丽打，双方被送到派出所，等家长来领人和解。好了，这女的怎么还没走？特简单，我说给你听啊，这个男的和这个女的是同学，但是那个女的不还男的的钱，然后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以后，这个男的就帮这个男的，为什么帮？因为他俩是兄弟，而不是江湖兄弟啊，是亲兄弟。他是哥哥，他是弟弟。明白了吗？警官，谁打我儿子？妈，我被打了。儿子，怎么打得这么伤啊？这里也破了，对手很强吗？谁打的你？弟弟打你。是那女的。一个女的把你们哥俩打成这样啊？干嘛打我儿子？他先动的手。干嘛打人啊？他不还我钱，
你干嘛给他钱？他说他给我介绍女朋友。女朋友好啊，在哪里啊？不行。怎么不行？像你好丑。哎呀，我有问他吗？他喜欢什么类型女孩子？他说他最喜欢他妈。人家肯定要介绍一个又漂亮又有品味的女孩子给你呀。来，走，先坐下。哎，哥，这，坐这儿。红毛，你快点儿。哎，村长，小安你好。注意嗓子，多喝点水行吗？你哪儿那么多话？谢谢，对不起啊，对不起。哎呀，这打的，哎呀，你谁呀？我是他哥哥。你妹妹打人？我知道。你下死手吗？啊！你把人打都打成啥样了？没数你1挑2，厉害吗？给人道歉，快点！我。阿姨，对不起啊，这家下手太重了。阿姨，那个我妹妹呢和我是相依为命长大的，我这个工作供她上学，我这对她教育有问题，没教育好，对不起啊。没教育好，叫你父母来啊。我父母已经不在了。不在去哪儿了？问的这么详细吗？是这样的，我爸呢喜欢游泳，下河游泳让水给冲跑了。然后我妈呢下河去救我爸，完了也冲跑了。哦，还有一条狗，那条狗呢跟我妈感情也好，掉下去也走了。啊，就是这样。你俩先去医院好不好？咱该检查检查，该治病治病，我验伤，我给你俩钱，医保费我报，我到时候给你。阿姨，对不起啊。谁打我儿子了啊？谁？哎，谁打你们了？我打这么惨，血生不血？你打的是吧？你这红毛打的是不是？是不是他打的？啊？不是他，他是他哥。你是他哥，他打的。你他哥是吧？哦，给我打这么厉害！来，我不跟你们说话。父母呢？哎呀，叫你父母过来。哎呀，抽啥？怎么了？闭嘴。哦，不敢是吧？一看你俩这样，就是从小父母管教不好。父母呢？父母死了吗？啊？那父母不在了。不在了，去哪儿了？我刚也问了这个问题。哦，不知道父母去哪儿了是吧？好，报警。哎，警察同志，他们不知道父母去哪儿了，您知道吗？我知道。哪儿？被水冲走了。啊？叔叔刚才冲动了，对不起啊。谁打我儿子？儿子，我看看。哎呀妈，谁给你打成这样了？是谁呀？不是来演爸的。啊，哪位是陈先生？我。校长。啊。校长好。你是校长？啊，我是校长。你干什么你啊？你看把这俩孩子打成什么样了？鼻青脸肿的，你长这么大体格子，你干什么你？他是客户。啊，对不起。你看看你的头发成什么样了？把孩子打成什么样了？鼻青脸肿的，老师这么教育你的吗？老师教育的是什么？互帮互助，团结友善，这是根本。
我就下一个，对不起。站起来，同学之间要互帮互助。你一个女孩子给这2个男孩子打成这么狠，把你老师给我叫出来，不然我给你送到校管所去。你谁呀？看不出来我是校长吗？我看就不像校长。哥，他说我不像校长，是不是穿帮了呀？那我试一下。那我收工了。收工。好。走，你还要加油啊！行了行了，闹腾了一下午了，差不多得了啊。你还追责吗？哎，不追究。不追究，赶紧回家。OK。回去。走，快来快。走。一会儿。走。你这头发染挺好啊，真是的，这么时髦。走了。还疼吗？不疼。记住了啊，你俩以后给我少打架。听见没有？听见了。听见没有？听见了。头发怎么染的？好看，有点眼光。上阳谁染的？你也想染这个色？敢！赶快把你头给我染回来，不然我给你剃秃了。别人都染，怎么就剃我的？还有姑娘，你把你的头也染回来，以后叔叔每周检查你一次，明白吗？知道了，叔叔。这么凶的人怎么红眼睛了？我没有啊。是这样的，我爸妈去世之后啊，我真是太忙了，没时间照顾他，更没时间教育他。现在好了，有人了，真是谢谢。快了吧？哎，别吃这个，今天阿姨家包了饺子啊，你们俩上我们家吃饭。走。回家吃饭，走。不好吧？走，咱们家。走吧。好，走吧。叔儿，我准备去外地打工了，想给家里减轻点负担。发什么神经啊？你去外地，妹妹能开心吗？老老实实待着，听到没？我知道。我听你的。没什么事，我先撤了。对。一大早来饭都没吃呢，走什么走？好好喝了，别浪费了。清爽丝滑，这才对。吃好喝好才能身体好，这可是简纯饮用型家庭装，里面都是国家专利菌群配方，奥运冠军都喝呢。啥时候想喝，去冰箱里拿，不要有负担。知道。哇，好，谢谢。那我先说了，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个片段，是因为它很难拍。其实我想特别说一下那个于玉涵和丁真这俩，因为也是在我们青春剧赛道的，就他们两个人其实因为戏不多嘛，但是我是觉得他俩特写都好扛哦，太扛了，特别是于玉涵的那个特写那个破碎感，我觉得非常大啊。然后丁真也是怎么能够有喜剧的特色出来，我还是蛮惊讶的啊。就是他俩就没演，他俩就演自己，就是那种懵懵的，一看就很容易被欺负的那种。然后你反而觉得他很真实。在这个里面，我最喜欢的，我觉得就是兄妹俩。谢谢老师。其实以前我对于晓彤的印象，她应该是没有演过类似这样的片子。
但是他来演这种没有刻意搞笑，我感觉是他的个性带来的一些台词的这些变化，让我觉得很多笑点，也感受到了这个既当爸又当妈的哥哥的无奈和就是老好人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表演的挺好的。然后更有惊喜的是钟丽丽，其实你戴了一头红发什么，我都没有看出来你是谁。一开场坐在那儿，然后你的脚就在那儿点地，我觉得就在一个动作，你的人物形象已经出来了，就是一个混不吝的不良少女之类的这样的感觉。所以你们俩是我觉得这一段里面我最有惊喜的。英雄所见略同。我看了这个片段以后啊，我就认为这个兄妹俩演得好。但是丽丽，我感觉你就是有一点点在演拨头发，就是你觉得你真实生活当中你会这样拨吗？其实不会，就是你的头发在这儿，你可能也就轻轻拨一下。可以了，已经可以了，爸撩头发。我觉得那个头发帮了他大忙。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它是有层次的，就一开始你没有你哥来的时候，你还是会有点害怕，毕竟你在警察局。然后等你哥一来了，哥，你终于来了，马上就不一样了，就开始这拽了，我哥来了，就是我觉得他整个人物的这种层次感来讲，可以再多分析分析。我不同意刚才这张萌说钟丽丽那个，你可不了解一些孩子，他这点事儿把这俩男生打了，坐在派出所那儿，他根本就不当回事儿，他不会有那种紧张状态，他那脚那个那是毫不在意，不以为然，他绝不是紧张。那要看他进去过多少次，如果第一次还是会紧张吗？哎呀，你们现在对20岁、18、19岁不了解。我现在我那个戏全部都是00后演，关键他非常知道他自己犯的是什么错，不就把这俩孩子打了吗？哎呀，对吧？你到医院去也就是个轻伤，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他还觉得他有道理，所以他根本没必要去紧张。所以钟丽丽的表演是非常准确的，各种性格都可以的，对，看导演怎么处理。那我期待，那你应该更加夸张一点，就更混不吝一点。就是我会觉得这段喜剧其实它是有一点走荒诞主义的，它是更夸张一些的，它不是正常的生活化的喜剧，所以就是可能大家的理解会不一样。因为我一开始把这个本子改了以后，我就把整个故事告诉他们，然后让他们自己想，你们该怎么演。因为我觉得喜剧是戏能够带动演员，所以他们是自发性去演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发挥得很好，因为这个是喜剧里面最难的，就是前面很好笑，后面很感人。这是最卖座的喜剧是。对。所以呢，我认为你们这次来的挑战，我要鼓励你们要争取去试喜剧啊，好吧？好。就是老师，我还想争取一下，就是因为我确实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比较很张扬，然后很混不吝的一个女孩子，拍的真的好开心，所以我就是想说，如果要是各位老师手上有这种类型的女孩的话，我下一次会准备的更好，然后我争取一下机会，给我个 offer 吧。我觉得钟丽丽我可以给你一个啊，真的吗？因为我在叛逆少女都特别的多，然后我是刚才看到你那个，我是觉得你有可能性。我希望我可以让大家看到，很不一样的钟丽丽。哎，谢谢老师，我辛苦围上来了，谢谢老师，谢谢啊，谢谢。哦。然后我还想特别说一下，就是刚刚这个戏里的演员，其实我想全员发。因为我下半年正好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剧，叫做《剧过瘾》啊，也是我第一次去尝试喜剧，所以我今天为什么看到这片子我很兴奋，觉得我学到很多的东西。对，很好啊。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我希望你们这周可以来。好。我想问一下丁真，就是真真，你最近演完戏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你喜欢吗？老师我。喜欢参加了这个节目，然后就后面就演了之后就越来越喜欢，对。那你会考虑就是比如说古装剧这样吗？可以。因为我知道你骑马很好，对不对？对，可以。是要发 offer 了吗？请问一下，太好了。问一下人家的计划吗？古装武侠能打，他最喜欢。
我觉得他可以，因为就是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古装剧其实是挺能够帮助到稍微新一点的演员，因为他挺靠造型，然后挺靠后期的。就是我在我的整个的后期，我是可以帮到你很多的，所以我是有考虑。你知道他第一部戏是拍的我的电影吗？真的哦，我知道《永不失联的爱》，因为是在他的老家甘孜拍的。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想我们拍个什么样的电影？他说我想看甜甜的爱情。后来我就在想，给他演谁呢？因为完全不会演，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设定，我们就让丁真演了丁真。是的。他在里面你可以看到他非常自然、纯粹和天然的那个表演。但是如果我要是请丁真来演戏的话，我一定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他。那当然了，对对，就是让看到你能够塑造的这种角色。我要打，各位，我要打断一下。我的角度看他，现在大家给他一个，他不一定能达到他期望的一个远景在那个地方，他的能力是不行的。现在是完全他是单纯，真的叫他进了这个行业，给他当了男一。给他当了什么戏，他可能会从那个蓝天上面砰就摔下来，可以花很长时间。你真的觉得有兴趣，你先要有自知之明，梦想变成幻想，小心这一点。他现在如果给他太多这方面的，他将来会遇到非常大的问题，有点类似那种童星一样。不，尔导，我跟你说，我之前跟你一样的想法，但是因为我跟他比较接触的比较多了以后，他不是那么单纯的，其实。不是，我非常惊讶，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对于自己刚刚这样一夜成名，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对吧？他其实回答我的是老天来什么接住什么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尔导给你这个建议，包括你也好，你的经纪团队都一定要记住，就是慢慢跑。就如果你真的可能现在你让他直接去当男一了，他可能就会有问题的，真的。其实您二位说的一点都不矛盾。尔导想的太多了，我是因为对他更了解一些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其实现在的社会发展的这么快，谁现在有商业价值，制作方就可以马上拿来就用。对，我觉得是他这点我倒非常同意张萌的观点。但是你觉得他合适是可以用的？您放心，您放心，这些担心不用我们去顾虑。他能不能给他男一，或者他给他男二或者男三，那是他考虑的问题。你现在用他可能就会周期比较长，因为他那个台词他需要去慢慢理解。是这样子的，就是人家都说了，古装是有很多遮掩的，后期配音啦、服装化妆啦，跟这个不一样。是这样，就是我觉得不同类型，然后。对，然后我觉得说在于，因为我说了嘛，对吧？人后期有很多可以剧情。你没事，你只局限于你的17、18岁。也不是，因为我确实是比较了解他。人家只考虑的是这部戏，我现在哪个点可以用它，哪个点可以合适，马骑得好，对，就可以了。至于他今后发展，他能不能成为巨星，关张萌什么事？关你尔冬升什么事？是，对不对？我应该。对，你说的对。现在赶紧让人，你说的对，赶紧让人活起来，有什么不好？对，说的对，因为我可能就对他过度担心，有点杞人忧天，他太单纯了，所以我应该转成去关心他就好了。我觉得尔导是非常有责任心的。还有一个，我觉得，所以你的新片用它是对的。那要看什么片子，李老师？但是我想说，有一点是你们都不知道的。就是我知道的，就是丁真的。那你知道的只是他拍的。你让我说完好吧？你知道的只是他拍的你那部戏。我的意思就是你别说了。这么呢？为什么不能说呢？我得把它说完。我就想说，丁真孩子更多的机会有什么不好吗？我没有不给他机会，我也没有拦着他。那你现在拦什么呢？我就是聊我心目当中最真实的丁真。当时他们在那吵的时候，我的腿都发抖。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然后我就慢慢的摸索，慢慢去学吧。因为他今后我们制片人要用他，我们肯定需要更多的了解。人家张萌要用他，那就用他就完了。你们拦着，我当然很开心。哎呀，你让人家把话说完。没必要说完了。哎呀，你要非要说，那我可以走。哎呦，跟你有啥关系？人家没说你，人家说的丁真。
我的观点是，他既然来了，他热爱，又有制作人给的机会，咱们大家就帮着他一块做什么。至于他今后做成什么样，也是他的一段经历。不要现在就设想，这不是我们超越班所考虑的。我特别感谢李老师，我觉得大家头脑风暴真的是特别好，我非常支持你用它，特别对。然后其实我可能因为自己是演员，然后我也比较就是敢用一些比较新一点的人，所以比如像珍珍这样比较新的演员，那我觉得首先就是要比较能够突出他的优点，就像您说的，比如骑马呀、骑射呀，甚至可能和他本人的性格会有一点贴近，但是不能是完全一样的那种。然后再加上我要提前给他做训练，帮助他进入到这个角色，最后给大家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吧，争取是这样吧。但是我就想说，他一定比你想象中要聪明。哦，你看，原来是在夸呢。那我先发个 offer 吧，好不好 ？OK。后面鼓掌起来，先发一个，发一个。来，珍珍，来，珍珍，因为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是成熟了很多哟。恭喜你！好，谢谢。好，你欠我们一顿饭了啊！恭喜。不好意思，我实在是忍不住，我很想问丁真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播完《白蛇》的时候，我看到网上对丁真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放生吧，它本来就属于草原，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放在这个地方，让它去演戏呢？我觉得这句话是大家的一个疑问，它是一个现实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那么我想知道的是，丁真，所有喜欢你的人，其实都是喜欢你最初的那个样子。我是丁真，我今年20岁。很有可能你因为当演员会失去很多喜欢你的人，而且路不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你要怎么去面对？老师，因为这个事我也看到了，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我人生的一个体验，很多东西都是对我来说是有挑战的，然后就也有很多的学习的东西。我可以学习，我可以不停的去努力，但是我觉得我也不可能一辈子是真正的，我也觉得我都不知道我自己以后这话说的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丁真，好的也好，坏的也好，我也不知道我自己以后的道路是啥样的。希望就是这人生当中尝试更多的体验吧。哎，我特别感动啊，珍珍，来你请坐。因为刚才我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说你到底喜欢不喜欢演戏，就是这个很重要。然后虽然有粉丝有网友会对他有期待，但是我们的人生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对不对？我们不能剥夺他，他不能是被动的。其实你说珍珍她今天想要演戏，那我作为姐姐，我再给你发个 offer， 我不管，就是没有。我说实话，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被大家绑架呢？为什么呢？对吧？他为什么不能有不一样的人生呢？他已经站在大家面前了，他已经来到这个舞台了，那我们就开始从一个小切口试嘛，对吧？而并不是因为个别网友说了点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就只能回归草原。这可能也是就是我的性格吧。他不会的，他非常非常的明白自己要什么。刚才的那个就是我永远不可能纯真，这句话非常精辟，太牛了。我再告诉你一句话，不管别人喜欢不喜欢，你先问你自己喜欢什么。我可以讲，丁真，我跟他相处啊，你刚刚讲的说不知道以后变好是变坏，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变坏的。对，因为他这个人很有责任感。我问他你现在赚的钱怎么样？他说我第一个我很希望回去让我的表妹能够念书。第二，他说我责任很大，因为我背负住我的家乡，所以他这个是他永远不会坏的。对，真的，加油，姐姐！加油，姐姐！谢谢，说对就好。谢谢。很好。再给那个小童一个。哇！小童
戏，我觉得真的我挺惊喜的。谢谢梦姐啊，我觉得你可塑性特别强，什么角色应该都可以。谢谢梦姐，谢谢。然后我最后再给首尔一个吧，我这是最后一个，咱们就多合作吧。谢谢。然后在这部戏上，我觉得我可能发2个 offer， 就是于晓彤和钟丽丽。好棒，好棒。可能是类型片里面的重要角色。谢谢老师，谢谢，看到你们好的表现，谢谢，谢谢。好开心，好开心！哇，今天是我来超越班被夸最多一次，我真的太开心了。上一次因为他们说我是最不想合作的演员，然后这次都给了我片约，我说天哪，这不就是那种很暗爽？说实话啊，简直不敢相信。然后当时真的很想拿我的片约来煽风炫耀一下。对，好，再次恭喜大家！哇，谢谢！要谢谢我们制片人，谢谢老师，谢谢监制老师们。无负担超好喝，本节目由无负担超好喝的减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本栏目由进口旗舰大6座沃尔沃全新 XC90 指定合作播出。啊，你们其他的可以退场，但是有4位要留下啊。这个刘雨欣、李慕辰、许绍洋、宣璐，没有演上角色的，你们要留步，好吧？好，其他的可以去休息了。好，辛苦。好，4位，我看到你们有点失落的表情啊。那你们都没有选上这个角色，现在怎么有什么感觉啊？自己有没有什么话想问我们导师？有什么想抒发的？我是知道，因为你每一次就让人家的，你呢？我是2个角色都被换掉了，山海情的水花的妹妹和墨雨云间的婉宁公主。宣璐呢？也都努力了，然后被换了。山海情也去世了，妹妹和水花都是了，然后墨雨云间那个苏芳菲也是了。那你现在看完了整个的片子，你会有觉得，就是选他是对的，还是说其实你也能做到？对，我觉得我也能做到。但是我今天的感受就是，我通过今天看片，然后看到大家不同的演法，就吸收了很多新的这个不同的方式。因为我去演的话，我可能只能想到我想要的方式。那你理解你输在哪了吗？我知道，就是我水花那天，我觉得我因为是第一期去来录这个，然后我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就是可能就思想上受到影响了，这是我就是当时演的时候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截取这个非常这个重要片段去马上演的这个方式，就是对于我们这演员来说压力也非常大。你是以前没被换过是吧？没有。很好啊，来这里就尝试，别人换了。对，第一次尝试。好，演员应该这样。没错。对我自己也会那个多争取的，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像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就是我每一天我都可以重新来过。然后就是老师下面有各种就是差不多适龄的角色，我还是会去努力争取的，不怕。好。我觉得看完所有演员的今天的表现，只会让我觉得我需要更加努力。可能真的是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碰到说立马来我就搞定，我很少会这种机会。临场经验很少这种机会。比如邵阳，你就是你永远就说了头那么漂亮，你去演一个上海情怎么演？对不对？其实那天你来选校长的时候，我已经很惊讶，你肯梳一个哇很校长的这种造型，我就你已经把身份可以拉下来去做那个了。那个时候我就有想过选你的。谢谢。那节目组那边，我们那个有些纪念品拿来，赶快。纪念品啊！安慰奖。片约。安慰奖。来，你们来，那这个是宣璐来。谢尔的。越努力越幸运，珍惜机会。莫忘初心，没有白走的路。其实我们拍戏的时候，每打一次板，就是一次机会，所以大家要掌握那个机会。好的，谢谢，加油，谢谢苹果老师，谢谢老师。
无限超越班第3季4月5日起，每周六20点更新上下集 ，SYP 专享2档衍生 ，VIP 畅享3档衍生，周中还有微博花絮不定时掉落。今天举办一个特别的团建活动，第3代跟第2代的艺人 PK， 刘云先生绝技了。美疯了哈你！天哪，迪斯我把你的心敲开来。独门绝技，哎，全球制作，我们组真的太抽象了。你不准笑，不要我是吗？哎呀，大胆有力，金箍棒。微博搜索无限超越班话题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微博网友一起点评表演段落，陪伴艺人成长，无限超越。能不能跟电影里一样，就那种特别浪漫的？放开我的哈尼！今天双方的比分是。欢迎来到无限研习室。大家好，我是蜘蛛，我是于晓彤。用家乡话来夸一句对方。这个小伙邪可爱，泼萨吉布里，当然是好的意思，是不是？对。看看他们如何挽回男生的心。因为我在碰见你的时候，时间其实已经不算是什么东西了。再给我瞪眼睛！我是因为太爱你了，你别这样好吗？给我弄紧张了，真的。那盯着你最会被谁打动？盯着耳朵红了，你看。2位会分别带领一个队伍，6杯饮品，其中有1杯是柠檬汁。平时绝对不是，他那杯绝对是水。你再喝一口可以？就是有一点太刻意了。天浩，你能再喝一口？不在他们。我觉得是子成。我觉得是队长。觉得是小童。都真的好能演啊，我感觉。喝了，请站起来。员工们本周接触了古偶题材，在感情戏和表现力上面会有一定的挑战。我这个是东宫的小风，普快啊，你呢？差不多，咱们都武将，咱俩这造型太接地气儿了。这是花千骨的造型，哎，你老板是于正，我介绍，咱俩拍个戏。他的戏不太适合，有趣。许久没有人敢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公道自在人心，怎么要反了你了？啥？真心与同事交流也是职场当中成长的不二法门。志鹏哥超级会招人，你们就是要被鞭策，鞭起来你就知道要干什么。今年农耕政策有点很高。妻子太会演了，给我带着都会演了。哎呀妈！这次来我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的。那挺好啊，挺开心的，反正也。